去年泡的草莓威士忌酒健康量超标。在上集中检测了所用的基酒，经过分析后，当时的我有两个选择：一、直接检测冰糖和泡酒罐；二、间接证明泡其他果酒再做检测。如果其他果酒检测铅含量不超标的话，也能间接证明冰糖和泡酒罐没有问题。我本着刨根问底的原则，选择了后者。16橙子酒开封后送去做了检测，结果是全都合格。泡酒罐、冰糖的嫌疑均被排除，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选项：草莓。几个月后，草莓上市，网购时突然被一个名字吸引，牛奶草莓。难不成泡酒的话会有奶香味？怀抱着这种期待，果断下单。收到货后，先挑出来一部分单独送检，剩下的继续泡酒。这样操作有一个风险，如果草莓铅含量超标，那么泡的酒也就浪费了。可是如果等到草莓的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再去泡酒，那么这批草莓早已坏掉。为了遵守同批次的原则，虽然可能会浪费酒，但也只能这么做。好在上天眷顾每一个认真做事的人，这次的草莓铅含量没有问题。3个月后，怀着对奶香味道的期待，我在装酒送检之前先品尝了一下，可想而知奶香味道不存在的。另外还有一个没想到的地方，口感跟之前的差距很大。之前用的红莲草莓，前口和中口着重是草莓的果味，威士忌特有的酒味在后口弥补了果味的不足，整体过渡非常自然舒服。而这次的牛奶草莓入口先是酒感，舒适感不如从前，草莓果味呈现在中后口，而且淡了很多。单独品尝虽不难喝，但对比起来，红莲草莓更胜一筹。1周后，检测报告收到，这一批的草莓威士忌泡酒铅含量未检出，所有参数都合格。其实以前最担心的是甲醇，而目前一共有3份果酒的报告，甲醇都是合格的。泡酒不同于酿酒，没有发酵的过程，基酒没有问题的话，后期一般不会出现甲醇。经过1年多陆续的测试和检测，总算找出了铅含量超标的原因。关于草莓，我查阅资料，看到一些感觉合理的解释，可能与土壤和水的污染有很大关系。好消息是，这几份检测报告唯独只有1份铅含量超标，其他都合格，这也反映了自家泡酒的安全性。但不同基酒、不同品种水果、不同浸泡时长、不同保存时长，都会出来千变万化的口感。原计划用1年的时间泡遍各种水果，就可以梳理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泡酒指南。然而这次不同品种草莓导致口感差距巨大的事情，令我意识到1年过去了，这件事感觉才刚刚开始。